欢迎来到露天小剧场，我是明君。台湾真奇妙系列专门介绍台湾的各种奇妙的庙宇。上一集介绍了升降庙和悬空庙，都是因为都市计划而不得不让庙宇的结构做出改变。而今天要说的是连都市计划也拿它没办法的庙宇。今天要说的是木栅石头公庙。这间庙不只坐落在大马路的中间，也是全台唯一一间的地下庙。走到庙的门口，这个入口像是通往地下洞穴。但之所以会在地下，是因为旁边景美溪建筑堤防，路面高度增加，这间庙也就变成了地下一楼。这间石头公庙相传有几百年的历史，因为这颗巨石在这里无论风吹雨打都不会倒，所以被当地居民供起来拜。后来因为都市计划原本有打算迁移，但相传怪手来挖的时候，不止怪手会发生故障，连怪手的司机身体也会不舒服。在无法动工的情况之下，这间庙才会继续的保留在路的中间，形成所谓的路冲。我们可以看到石头公庙的旁边有号志灯，在还没有号志灯的时候，曾经是台北市车祸最频繁的地段，一年内的车祸就高达100多件，所以之后才会加装号志灯和告示牌。我想车祸之所以会这么频繁的原因，是因为旁边就是高速公路的出口，再加上路又大条笔直，行经这里的车速通常也是挺快的。我从庙里走出来的时候，感受到了在这里过马路真的也是挺恐怖的，因为有一个视线的死角。如果有人想要来这里过马路，千万要小心。话说这间庙是没有后门的，只有一个出入口，后面有一个可以直达1楼的楼梯，但也是没有办法走出去。另一间不受都市计划影响的庙，就在相距石头公庙不远处的石碇。这座福德宫像是建在高台上，整座庙有种圆环的感觉，汽机车经过都要绕过它。这座庙建于清朝，它的旁边曾经还有一棵老枫树，这棵树大到可以被4、5个人环抱住，所以被称为枫王。当时的村民都相当敬畏这棵枫王，但后来也是因为都市计划，枫王和庙宇被迫迁离，但村民们发起了护庙护树的运动，因此也就保存了下来。但在1988年的时候，枫王被雷击打到，隔不到几年，树干又被台风吹倒，从此枫王就不存在了。没有了枫王，是否要迁移庙宇的问题又浮出台面，想要迁移庙宇的政府单位和村民再度发生了冲突。而基本上庙宇的重大抉择离不开2个解决方式，第一就是宝贝问神明，第二就是神明托梦，而最后庙方选择了宝贝，庙宇因此退后了10公尺，事情总算落幕。刚才提到的2间庙宇都是在路中间的庙，现在前面的这间庙刚好是把路一分为2的庙宇，位于基隆路临江夜市旁的仙童庙，旁边有一棵大树，在车流量超大的基隆路旁，这间小庙显得格外的宁静。之前我有做过一集讨论台北市的街景，有说到台北的街景虽然乱，但也是乱得很有特色，就如同各种小庙总是夹杂在高楼大厦的旁边，也真的是台湾的特色。之后会再为大家介绍一些藏匿于台北市区的奇特庙宇。喜欢这次的主题，可以帮我按赞订阅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。